杨清流，你为什么要残害同门？师尊，我没有残害同门，这一定是个误会。还在狡辩？你师弟把真相都告诉我了，你竟然在秘境中杀人夺宝，残害同门！我的好师兄，就麻烦你帮我顶罪了。师尊认定小师弟说的就是真相，把我顶入通天柱。罪人杨清流残害同门，即日起废除修为，逐出宗门。杨道长早安。居士早。道长是要修行吗？他一定是个隐居的神仙。自从他救了我，我就知道他不凡。只要我常来，多捐些香油钱，总有一天能让他教我一招半式，踏上仙路。在下只是个道士，讲修心，哪会那些神仙做的事情？换做20年前，我或许真是他口中的神仙。可如今，我早被师尊逐出仙门，修为全废，那些神通术法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丁，昨日躺平奖励到账，恭喜宿主又成功躺平1天，获得修为+1。那道长今日怎起得这么早？平常你都要睡到辰时之后的呀。心中有感，今日会有故人来访。哦，书里说神仙能推算过去未来，道长肯定也是在推演天机，他只是不愿意显山露水罢了。看来时候未到，穆居士饿了吧？我先生火烧点饭吃。道长亲自烧饭吗？道长真的不能教我修仙吗？我想体验在天上飞的感觉。贫道真的不会。道长骗人，说好的不打网域。几年前我差点被那只体型庞大的虎妖吃掉，他只是路过，一拳就让虎妖没了气息。连普通的米粥都能煮得让人浑身通透，他怎么可能是凡人？道长，中午还是喝粥吗？是的，平日里没有什么收入，倒是委屈居士了。我不是带了很多银子吗？都可以花的。那些是给道祖的供奉，贫道不能拿。居士若喝不惯这白粥咸菜，贫道也可送你下山去买些吃食。那倒不用，我下次多带一些银子，单独给道长，这样就算是你的钱了。无功不受禄，多谢居士心意。那道长可以教我修行？贫道真的不会。这里这么偏僻，我还从来没见过其他香客，会是谁？师兄，是你啊，好久不见。不过我不是你师兄，20年前就不是了。找我有什么事吗？有，但可以先让我进去坐坐吗？请便。谢谢师兄，曾经我们是最亲近的师兄妹，如今再次相见，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师尊希望你回山一趟。怎么，是觉得我受的刑罚还不够？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想接着折磨我吗？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动手了。你清楚的，我早就被废了。不是的，是老宗主出关了，他寻不见你，便着手调查了那件事。哦，原来是宗主爷爷出关了。师尊也觉得有蹊跷，可能误会师兄了。这些年，师尊茶饭不思，很自责，感觉对师兄太过苛责了，对不起你。而且我也相信，那绝不是师兄的错。谢谢。所以师兄能回去看看师尊吗？那人还在山上。还在，但正被审讯。那人还在，说明在他眼里，我还是罪人。师兄是清白的，我相信。这次回去，老宗主与师尊肯定能为你洗刷冤屈，我们可以接着做师兄妹。
若当年真是师弟诬陷你，那我一定会亲自押他去执法殿，请求师尊当全宗的面审判他。当年是他亲手将我押送到执法殿，如今说要为我翻案，我这身上的疤，有多少是他亲手打出来的？天哪，这种伤痕，常人受一条就足以致命。他当年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当年我修为被废，带着这些伤如同野狗般被丢出宗门，他们可曾多看我一眼？满眼都是你们的好师弟。若非有至交好友相助，我早已死在了山脚。我不怨他，自小被他抚养成人，有养育之恩。况且我离山时将一切都还给了宗门，早已两不相欠。不要再提了，我们之间不适合说这些。若是你的2位师姐来，我只会让他们离开。整个宗门里，我只对她留有些许好感。20年前，我被所有人指责，钉在通天柱上日夜受刑，只有她来看望我。那时她修为那么低，却倔强地爬上通天高山给我送灵果，就怕我喝着，只是没多久便被人发现。直到我退宗离山，都不曾再见他一面。如今，我只是一介凡人，都还了，与其两清，让那个女人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若是要命，让她亲自来取。师兄他真的被废了吗？我已是3境巅峰修士，竟连他的气势都承受不住。明月，你若真当我是师兄，就听我最后一句劝。如果做朋友，我很欢迎，莫要再提那些陈年往事了。走吧，回去转告我的话，顺便带我向老宗主问好，谢谢了。好，那师兄，你多保重。道长，你还好吗？没事，刚才吓到居士了，真的很抱歉。没有，只是第一次看见你生气。算不上生气，一别两宽，没有什么因果了。那些伤疤一定很痛吧？一些小伤，贫道身子硬朗，伤疤早就过去了，再疼也没有当时的心那么疼。道长，你以前真的是神仙，这次你可不准骗我了。那个仙子喊你师兄呢，肯定是神仙，仙气飘飘的，我可没见过凡人能跑那么快，都化成一道光了，眨眼就没影了。你真的想修行吗？当然想啦。过几日有位朋友会来看我，他是真的仙师，若是想清楚了，我可以为你引荐一番。这条路很艰难，充满了背叛与荆棘，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一切资源都靠争，动辄就要身印。你确定自己想好了吗？那还能见到我的家人吗？不一定。如果我后悔了，还能回头吗？可以，但没有那股冲劲儿的话，在这条路上走不远。那就好，那我想去试试。好，那我们明日下山，与你的双亲交代一番。该休息了。哦。恭喜宿主又成功躺平一日。神兽朱雀。
公子，你今天怎么带着这只红鸟？今早开门时飞进来的，挺粘人，赶不走，就留下来了。道长，我可以摸摸吗？可以。他好像不是很喜欢我。多养养，相处久了，自然就熟了。得加快脚步了，不然中午赶不上吃饭。看来有些情况。哎呀，道长，你嘀咕什么呢？我们家午饭超级丰盛，我母亲的手艺可好了，你一定要尝尝。好。穆夫人，先生身体但无大碍，只是暂时未能探明缘由，还请宽心。怎么会这样？您可是城中医术最好的先生，您再好好看一看，拜托您了。恕老夫直言，尊夫可能招惹到了神仙。这怎么会？我夫君一向行善积德，怎会遇上这般情况？求您再仔细诊治一番。穆主母，别为难我这小老头了，这事儿我们不好参与，先行告辞了。啊！娘，发生了什么事？爹，这是怎么了？双儿，你爹前2日忽然昏睡不醒，直到现在还未醒来。几位医者都说，他是招惹到了神仙所致。神仙？不是什么神仙，只是被邪修下了咒。双儿，这位是？这位就是我常去请教的杨先生。哎呀，我竟把杨先生忘了。杨先生，您能帮我看看爹吗？可以，还好闲暇时没少写写画画，否则早就忘了个干净。先生，夫君他怎么样了？异常已经化解，只是身体尚虚，静养片刻便会醒来。多谢先生，多谢先生。我与穆双也算好友，夫人不必行此大礼。有没有兴趣跟我走一趟？去哪儿？去找给令尊下咒的人。是谁破解了我的咒法？不管是谁，先走为妙。遁！道友，这是想去哪儿？你认得我？你可是杨清凉？是我。
既然是朋友，何不留下叙叙旧？此人下咒狠毒，多半是去穆家求财被拒，心怀怨恨。若晚来几天，穆天雄怕是要出意外，终究不如当年。走吧，去见你的父母。先生，此行可还顺利？幸不辱命。那就好，那就好。多谢仙师。穆家主，不必行此大礼。如今您不宜多走动，应静养才是。仙师，您帮了我家这么大的忙，还救了鄙人的命，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您。家人们，贫道与令爱有些因果，此事不过举手之劳。不然道长你留下来吃顿饭吧，尝尝我母亲的手艺，肯定让你胃口大开。也并无不可。天色已晚，刚好趁此机会向他们解释木霜修行之事。今日前来，除了探望穆家主，也是为了令爱学艺之事。仙师，这修行路危险吗？双儿只是想体验修行，只要不去争机缘，有我那至交好友赵府，定能护他周全。双儿，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缺了什么，写信跟爹娘说，我们给你寄过去。爹娘，真好啊。此去路途艰险，你要多加小心。双儿，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仙师，小女刁蛮，不奢望习得多大本事，只求平安喜乐便可，望仙师多多提携。穆叔叔、穆夫人，你们不必如此，领他进门便是拜师，因果不小，有事自当相助。但未来路长，我也曾遭逢背叛，世事难料，话不可说得太满。好啦，爹娘你们不要为难道长啦。你个小丫头，我们这儿还不是担心你，出去可不准乱给仙师闯祸。我知道。道长，你以前在修行界很出名吧？我看那个邪修好怕你的样子。他恰巧认识我而已。道长又骗人，那家伙当时的反应剧烈极了，就跟我小时候被鬼故事吓到一模一样，怎么可能只是恰巧认识？是我那好友来了。相识多年，他从未见过杨清扬露出这般温柔的神情。你回来了。
不是说人来了就好吗？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谁让你不知道照顾自己？参加引路习惯了。哼。介绍一下，这是我至交好友江福林。真的只是好友吗？那眼神的默契，还有刚才投喂的举动，完全没有男女之防，看着分明更像夫妻。仙子姐姐好，瞧你这一身的灵气，长得又这么秀气。是个修行的好苗子，他的资质很好，灵气很富足，有慧根。除了修行晚了点外，没什么缺点。就算正常拜山，也能入得三清门。那样太难，需要去争去夺，太危险了。当是如此，少了魔力，很难走得远。我答应过他的双亲，护他修行路平安，你就当帮我个忙。切，你还没问人家小姑娘的意见呢。我听道长的。唉，真是败给你了。要带上这小姑娘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件事。就我如今这样，能帮上你什么？你别管，总之得先答应我。好，我答应你。你说的哦，陪我上三清门。就这样？对，就这样。为何？你连这都忘了？今年是中域顶尖宗门大比呀！本来三清门今年的对手是道天宗，我可是特意恳请师尊换成了太医面呢，够意思吧？那些陈年旧事，我早就看开了，没必要冒这个风险。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太医门的底蕴。福林主动换对手，若是败了，必落人口舌。太医门不配让他冒这个险，那些曾经害我的人更不配。你放下了，我没有。那些人必须要付出血的代价。当年他手脚筋全断，身上10几个血洞，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太医门那些高层怎么能对昔日功臣下如此毒手？那我需要做什么？在我身旁，看我替你证明，告知全天下。好。好，那我们明日便出发。现在我要先睡一会儿。那人是谁？哪一封弟子？怎跟圣女殿下那般亲近？是啊，从来没见过圣女殿下跟男人走在一块儿。天，他长得好帅！有没有人知道他在哪方修行？我出钱买他的所有信息。你们是新入门的吧？那是杨清流，你们居然不认识？他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事迹太多，讲不过来。曾为年轻一代所有人的目标，乃一座大山，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却被最亲近的人构陷了。遇人不淑啊！连外人都知道你是被陷害，太医宗却始终不肯承认。这些年太医宗别说补偿，连句慰问都没有，真是令人心寒。无所谓，我不在乎。杨师兄，真的是你！太好了，我就说杨师兄福缘深厚，怎会轻易身陨？
诸位许久不见。啊，不可不可，杨师兄折煞我们了。当年为了太一宗做出那么多，到头来却被所有人讨伐责骂，而眼前这些人，当初我仅是略施援手，便一直记着这份恩情。升米恩，斗米仇，不外于是。杨师兄这次回来，是要跟圣女殿下再续前缘吗？是也是也，圣女殿下亲自带杨师兄回来，定是有此意。哎呀，那我们还拦着干什么？快走快走！怎么感觉我在门中的威望还没你高呢？你的错觉。你都有圣女姐姐了，不准再打我主意。都几十岁的阿姨了，还当自己是小孩呢。你才阿姨，你才是怪叔叔。真是的，刚见面就欺负小素。就是，杨师兄大坏蛋。区小鸟捉了炖汤喝。你从哪里来的这只鸟？他自愿跟着我的。三清门景帝之一，即有。没想到你还留着它。这是我最珍惜的宝物，就是仙药也不换。总是说一些撩人的话。师尊，我带清游来看你了。老头，赶紧说句话。谁来了都别想打扰本座睡觉。快起，不然我就下山了。走得真慢，本座都等得睡着了。辛苦圣师了。哼哼，本座大度，不与你计较。先来陪我喝顿酒。小子如今为凡体，喝不得仙香。好啊你，居然还有私藏！你那是什么酒，自己心里没数吗？都一把老骨头了，少喝点，也别欺负清流。哼，你俩不是来看我的吗？连酒都不陪我喝，本座不满意。不满意就不满意，清流，我们走。傅灵，不要着急。就是，还是杨小子乖巧，早知道当初把你一起拐上山了。放在太一宗倒是受了大苦。当初卦象明明显示他未来一片坦途，20年前在推演时却完全逆转。早知如此，绝不该将他推给太一宗。都过去了，多谢圣师挂念。好了，不要搞这些虚的。既然来了，陪本座唠唠嗑。明日要去太一宗拜山，你随我一起吗？好。太一宗是哪儿？我可以去吗？会不会拖累你们呀？是我以前的师门，想去可以，带着你就是。
喜宿主成功躺平1日，获得奖励体质+1。这也算躺平吗？我以为躺平是一整天浇花种草晒太阳，昨天东奔西跑居然也有奖励，只要不争不抢就可以了吗？先入实景，我的肉身未必弱于武警强者，不过没有接续经脉，终究只是个凡人武夫。明日将该讨的债讨了，因果两清，此生不见。怎么会？怎么会？当年你们一个个都坚信他屠戮门人，在宗门大开杀戒，现在看到真相了吗？后悔了吗？呸！一群狗东西！是你们亲手断送了太一宗的未来，等着吧！因果轮回，谁也躲不过！小人，一群忘恩负义的猪狗之辈，真是笑话！够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你也配说话？清流当年最是敬重你，万事都将你摆在第一位。你无心教导弟子，为了不让别人说你闲话，他代师授意，牺牲自己的修炼时间去帮助你的徒弟。你喜闭关悟道，清流不愿打扰，亲自下秘境，九死一生，哪次不是带着重伤回门？而你们呢？如何回报他的？诬陷他的人是你的弟子，亲自押送他来太一宗执法殿的是你这个师尊，更是眼睁睁看着他修为遭废，被丢出宗门。呸！什么清幽仙子，不过一头白眼狼！我要是你，早该以死谢罪了。养了一窝子的顽劣之辈。你那位弟子呢？在风中歇息。我不是让你将他押去天牢吗？林凡体质很差，我本以为请出东皇镜能很快还其清白，才先行将他接回风中照料，未曾想过会是这般结果。不就是心疼那个林凡吗？当年清流那般凄惨，也未见你多看他一眼。那小畜生不过咳嗽2声，你们就舔着脸上去照顾，不知道还以为得了什么绝症，马上就要死了，真是替清流不值。我当年为何会那般绝情？我对清流师尊，我怎么会忘了？我怎么会忘了？清流，我的清流！师尊，您终于回来了，可是证明了林师弟的清白。他只关心林凡，曾经清凉受了罚，伤得比林凡重千百倍，浑身是血的蜷缩在床上，我们却只将他扔在冰冷的房中，不曾有一人去报答，不曾有一句过问。道前说的没错，我确实不配。师尊，您这是怎么了？林凡在何处？在密室中休息。说吧，当年都做了什么？为何诬陷清流？据实坦白，念及旧情，我可以请求宗主饶你一命。
师尊，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何曾诬陷过大师兄？连您都不愿相信凡儿了吗？他只会装可怜，我的清流从不这样。你这个叛徒！他有错就认错，所有后果自己承担。我都对他做了什么？回答我的问题。师尊，你这是做什么？那日我看见的确实是师兄。你的意思是东皇竟有假？其中定有蹊跷，请师尊查明，还弟子清白。该死，戒指的力量怎么会减弱？我靠着它扭曲别人的心智，一路顺风顺水。本想连你也一并拿下，可你心里偏偏对杨清幽如此依赖，我嫉妒！我花了1年时间布局才把他赶走，又花了整整20年让你们彻底忘掉他。眼看就要大功告成，那个老东西为什么要破关？毁了我所有的心血！有无蹊跷，我自会查明。念及这些年的师徒情形，我给你些时日，想清楚了再回答我。记住，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师尊，以前在外征伐，这认床的毛病刻在骨子里了。金窝银窝不如草窝，明明是只鸟，倒是挺能睡的。还是山里的生活惬意。坐看日升日落，比起修士间的打打杀杀，真是有趣多了。道长，早啊！你这修士服倒是与众不同，这布料和暗藏的护身法宝，价值不菲。是啊，茯苓姐姐连夜安排人做的呢。很适合你。倒是麻烦你了。干嘛这么客气？我的错，隐居久了，习惯对谁都客气些。知道错就好。准备准备，等日至上3竿，便出发前往太一宗。就我们吗？自然还有其他宗门高手。此行不仅是下战帖，还有别的目的，需要大能修士陪同护道。怎么，紧张了？有姐在，他们害不了你。最凶险的秘境都趟过，有什么好紧张的？今时不同往日了。差点忘了，你刚入仙门，还未能辟谷。拿着这个。道长，这是什么东西？好香啊！这丹药可以生津治恶，一枚足以够你数月不食五谷。至于这草药，你现在还用不到，带回房中栽培。哇，你居
居然藏了这种好东西，还有没有？也给我来点儿。有。哼。这几株不是已经绝迹了吗？连我们太清门都搜寻不到。你从哪里掏的这些宝贝？带我去见见世面。以前存的，没被太一宗收走。都给我了？不然呢？拿出来吊你胃口吗？好了好了，不要再拿了。见过诸位前辈。杨贤弟真是羞煞吾等了，快免礼。这几位爷爷看年纪都能做道长的祖辈了，怎么对他这么恭敬？小姑娘莫怪，我们几个老骨头不过虚长贤弟一些年岁，各方面皆有不如，怎敢以长辈自居？当年，几位莫要自谦。当年清流年少轻狂不懂事，下手没个轻重，多有冒犯，还望海涵。哪里，都是切磋而已。他们说的过去，我都没参与过，感觉完全插不上话。这万年来，除了三皇五帝，再无人能飞升成仙。是啊，道长，我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移山镇海吗？有希望。修行之路哪有那么容易？若无大机缘，终生无望。不过世事难料，就像我也未曾想过会和太一宗走到今天这一步。师兄，明月，你怎么也在这儿？去了趟霍山镇，替宗门拿些物资。师兄可是改主意，准备去见师尊了吗？我带你上山。太一宗的，不要随意动手动脚。你是谁？我与师兄情同手足，有你什么事？这个女人身上的气息好强，还有她身后那几个老者，威压如海，绝对是大级别的强者。不能轻举妄动。情同手足，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太一宗的人配说这种话？好了，不要有这么大敌意。此行，我确实找沈清幽，但不为见面，而是要清算。师兄，你回去吧。道长，那位仙子断，自是要断个干净。我不恨他，不能让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真是有够浪费的。来者何人？哼，连个看门的都玩忽职守，我看太一宗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老头，我看你活是不耐烦了，敢在这里放肆！识相的就来给本大爷！哼！
们到底是什么人？这就不是你该知道的了。走吧。有人闯山了，快去禀告长老！没了你，这些人什么也不是，一群懦夫。终究时过境迁，当年的太一宗弟子铁血征伐，以战闻名，如今才离开多少年，竟养出了这样一群哆嗦如筛肠的酒囊饭肺。清流，好久不见。是啊，很久不见了。看着这张曾经倾慕的脸，心里竟已毫无波澜。时光抚平了一切，如今的我们，不过是擦肩而过的生人。这些年，过得还好吗？好，也不好。开始的2年很痛苦。刚隐居的那几年，一身修为尽废，夜里时常惊醒，甚至想了此残生，所幸最后挺过来了，彻底斩去了这段情。道长，真的对不起。为什么他能这么平淡？我宁可他恨我、怨我、折磨我，也不想他像现在这样，仿佛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彻底消失了。你不欠我什么，没必要抱歉，是太一宗欠我的，如今要还。当年我一身修为皆从拼杀中得来，带领弟子在最前线浴血奋战，如不知歇息的牛马。宗门与我有养育之恩，亲手逐了我，因果已清，但宗门欠我的血汗，必须偿还。哼，一介废徒，当年屠戮师门同胞，如今还敢来这儿大放厥词？屠戮师门同胞，他不会是那个杨清芳吧？8成没跑了，听过他很多传说，终于见到真人了。你高兴什么？他可是当年屠杀门人的恶徒，孰是孰非你心里清楚。我懒得争辩，不过今天你主动露头，是想身先献卒，做第一个死人。哼，不过废人一个，还沉浸在当年吗？一介凡人，妄图弑仙，可笑！真是狂妄！胡长老可是7境巅峰的修为，他一个凡人怎么打？众目睽睽之下杀他，确实有些麻烦。在犹豫什么？有我在，谁能轻辱你？帮你处置这顽劣之徒。这女人的修为深不可测，我绝不是对手。可当着这么多弟子的面，我怎能退缩？留你一命，下次管好自己的嘴。滚！这只作何？清流是我门下弟子，自是不能受委屈。至少他不反感徒弟这个称呼。无需如此，我们早已不是师徒。
过了，忘了当年为何被逐出山门吗？斩草除根，才绝后患。刚刚动用底牌，耗尽了所有气力，现在全靠意志力撑着，才没有倒下。干得漂亮！不是传闻杨清流废了吗？他身上确实没有灵力变动，应当是改修了武道。不过这也太恐怖了。清流，随吾等回去领罚。这小子刚才那一刀，竟有当年的影子，太可怕了！既然已经兵戎相见，今日必须将这危险扼杀在摇篮里。哼，好大的威风！抓人？问过我三清门了吗？三清门，莫非是要开战？怕你们不成？今天就是来讨债的，你们都逃不过清算。清幽，不要这样好不好？有事我们坐下说，宗门完全可以弥补你。弥补？你能弥补些什么？我东流峰中有最上等的灵根，仙草与神丹无数，只要你愿意回来，随时都能使用。那上等灵根，是我去东周斩杀一头八颈恶蛟得来。后山的仙草唯我亲自开垦，你们可曾上去看过一眼？至于那些神丹，哼，你扪心自问，除了我，东流峰可还有谁会炼丹？拿着我的东西，说弥补我，不觉得可笑吗？不是的，他说的对，我一心向道。东流峰若不是他打理，只是一座光秃秃的山，我竟然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弥补他的。罢了，全当为了白眼狼。够了！宗主，是宗主来了！终于要尘埃落定了，收拾掉这些进犯之人！宗主。宗主准备直接拿下叛徒吗？真是霸气！你长大了，宗主爷爷，你也年轻了不少。闭关有所收获，添了些寿元，但失去了你，多撑几年又有何用？我用尽神丹妙药续命，本只想为你多熬些日子。待你突破9境，我便卸任。奈何世事难料，终究是没有这个缘分。可是还恨？不曾，只是想断干净因果，待废了林凡，往后做陌路人。好，你随我来。宗主，还想说什么？而今是在为你们的错误买单。走吧，莫要继续哗众取宠。现在是什么情况？本以为宗主出现后会强势处置违规弟子，可宗主脸上的慈祥不似作假，两人像是亲人般熟络。果然，当年的事另有隐情。
当年就有很多人猜测那位同门是被冤枉的，可人微言轻，执法堂下了判决，谁敢违逆？所以是有人设局污蔑杨师兄。妈的，是谁？找出来，老子剥了他的皮！走，跟上去看看。这些仙草都是我昔年亲手种下的，点名要清算林凡，总得给天一宗留些时间。当年被师弟检举，如今找江圣女替你报仇吗？20年过去，没想到你依旧不知悔改。现在离开，念及往日旧情，我就当没见过你们。滚远点儿，没空听你废话。你给我站住！不要以为有江圣女庇护就能无法无天，待师尊亲临，谁也保不住你！闭嘴！江福灵，这里是东流峰，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能有什么后果？你应该庆幸此地是东流峰，不然，现在你已经是具尸体了。你们等着，待禀告师尊，你们一个都跑不了。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他这么蠢？现在觉得也不晚。真是暴殄天物。道长，这株草看起来好可怜，我可以把它带回去养呢。你能察觉这股灵性？我不知道，但是它好像在求救，真的快要死了，感觉很微弱。天生与大道亲近，若是踏上修行路，必定碾压无数天骄，真是修行的好苗子。下山时可以多寻几株，带回去栽培。真的吗？我刚才听到了许多呼救声，正不知道怎么求道长呢。自然是真的，喜欢的都可以取。林凡，你可知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林凡从未愧对过宗门，望宗主明鉴。林师兄，东皇镜已昭示你的罪行，还不认罪吗？师尊，你听我说句话呀！当年我们不是一起将那叛徒押到执法殿的吗？我身上的伤都是证据，只要不认罪，还有机会颠倒黑白。我绝不放弃这顶尖势力的资源，师尊一定会救我的。当年我受你蛊惑，愧对清流，而今不能一错再错。师尊，你……是你！多年不见，你倒是一点长进没有。做师兄的，得教考一番。
到底没有白活20年，至少皮不算薄。杨青皇，你欺人太甚！这股气息，杨师兄能接下吗？他太托大了，8成要遭。这下不死，也得要重伤了。聒噪！有什么遗言吗？杨清源，你这个恶魔！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为何还要折磨师弟？别在这儿碍事，否则将你一同斩了。师尊，你看。遗言。杨清友，你不会觉得你赢了吧？在我眼里，你不过是个可怜虫罢了。看见了吗？我都快死了，他还放不下我。昔年你为他出生入死，求取灵药，算得了什么？不过我勾勾手指的事，还有那沈清幽，你待他如何，没人比我更清楚。可他呢？亲手送你上了通天柱，你看看自己身上的疤，那都是我让他打的。没想到吧？我只是在病床上呻吟了几句，稍微卖了个惨，他就屁颠屁颠的去动手了。若非他心中怀疑，凭我当年那点修为，哪怕有些手段，又怎可能影响8景修止？哦，对了，还有那个终日闭关的师姐，你对她好的我都羡慕，可自你走后，她却从未过问一句，他们只当你是条狗，指哪咬哪的恶犬，而我则是他们的主人，一切唯我是从。就这样，你还觉得你赢了吗？姐，不是的，不是他说的那样，你听我解释。你说的对，我当年确实有眼无珠，所以还要谢谢你，让我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道长他好可怜，那些疤痕竟是自己人留下的。记住那些身影，待我修行有成，定为清流报仇。猪鸟。这是落幕了吗？对，他回来了，依旧这般强势。过了今夜，各大势力恐怕都要疯抢他了。青瑶，你不要相信林凡说的话，跟我回宗好不好？我保证，以后加倍对你好，绝对不会再被蛊。孩子，真的不考虑下吗？我可以将你收入我门下，做我唯一亲传弟子。不了，这一路走来太累。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了。但我观那林凡并未死绝，你还需多加小心。晓得了，多谢宗主提醒。
林凡身上有浓郁的气运，身负深厚机缘，不会轻易落败，定然还有后手。此间事了，我就先行下山了。清流，要怎样，你才能回到我的身边？杨清扬，下手真是够狠的，那股火焰简直能烧尽神魂与阴骨。若非我侥幸习得这异魂双体的绝世秘法，借此在天魔宗立足，刚才就真死透了。即便如此，这具身体无数宝物加上保命底牌全毁了，这秘法200年才能用一次，要是再出意外，我便真的身死道消了。让老子亏了这么多，怎能让你过得轻松？迎杀！大人，您出关了，有些收获。前些日子我略有感应，察觉到杨青蒙好似还未死，你替我将这消息散出去，要借魔族那几个巴金老怪的手除掉他。记住，做得隐蔽些。杨清源，应该不是那个人吧？确实是那个魔族杀神杨清源。怎么，可是怕了？不曾，属下这就去告知其余宗门。看你喝酒，真是种享受。此行，多谢你了。死去！再说这种话，我可要揍你了。现在你可不是我对手。是不是想到被追杀的时候了？当圣女，修为平平，却凭着少年义气，闯入魔窟夺取机缘。我们斩杀了77顶老魔，夺得菩提妙术，却引来魔修倾巢围剿，万里奔逃，耗尽了所有遗憾。待会儿你将我斩了，那是炼狱，我绝不愿落入魔修之手。那一刻，我觉得世间一切都没有眼前少年的笑容珍贵。能不能告诉我，当年是如何做到的？无他，一股少年义气。那时我也近乎绝望，只是不想轻易死去，便强行燃烧了菩提妙术的精华，补充血气。若是现在回到过去，失了那股锐气，我也没有把握能活下来。他并非是一个意气用事之人，却为了我。
接下来准备去哪儿？不知道。可以到处走走，见见老朋友。木霜呢？自然是随你修行。能不能不走？我们打小相识，同年踏入仙途。我对他的这份感情，他究竟知不知晓？踏仙途太累，我想再多休息休息。最难消受美人恩，我并非木头，怎会不懂他的情谊？只是一路征战真的太累了，趁此机会，当是红尘练心吧。真想陪他走这一遭，可身为圣女，肩上的担子太重，怎能这般撂挑子走人？又非此生不见，不过先一步游历人间，等哪天你这圣女当腻了，也好去看那桃花满天。好，我等你，不许食言。你个老不孝！哎呦！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自识重道。唉，我的任务完成了，希望下次再见。你已是能独当一面的大修士。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道长？我也不清楚，有缘自会再见。几位大能的气息，昨日的事太轰动，各大顶尖势力都盯着，若是走正路，必定会被跟踪惹出麻烦。我该走了，送我一程吧。好，路上多加小心，而今不比当年。那些人就麻烦你了。知道了，快走吧，就知道甩麻烦给我。不能再等了，再看他一眼，我真怕自己忍不住撂挑子跟他一同上路。茯苓姐姐，道长这就走啦？好啦，知道你舍不得，未来有的是机会见面。走，先跟我去会会那几个老头。啊？什么老头？见面就知道了，看我给你要一些见面礼回来。哦。竟然传送到了这里。话说，你的动作也太快了些。昨天城主说你干了件大事，闹得修行界沸沸扬扬，推断你今天会出来。恰巧当年您送给城主的那些东西里，府上有能人可以借此为锚点推断您的位置。倒是忘了这茬，所以呢，他派你来干什么？城主想请您叙叙旧。我也有这打算，但在此之前，先逛一逛。小二，一碗臊子面，再来2蒸饼。得嘞。客官，您慢用。吃点吗？杂质太多会影响修行，像您这种强者，为什么会食这种五谷？我啊，你感觉得到我身上的灵力吗？早就不行了。上次吃这些凡俗食物，还是40多年前未成大修士的时候。后来修为高深，凡时再难补充精气，便只带灵丹。如今入俗世，这些旧习惯都要重新捡起来啊。您不用勉强自己，我这儿有气血丹，虽然您可能看不上它的品级，但聊胜于无。姑娘，财不露白，此地不比仙门，资源匮乏，这些丹药对我无用，但对他们来说诱惑可不小。在宁海城就没关系。被允儿这么一闹，茶馆里全是盯着我们的人，简直像要打劫一样，
连个安生早饭都吃不成。卖冰糖葫芦嘞！大爷，来一串糖葫芦。好嘞，大人，2文钱。女儿，付钱。多谢大人，多谢大人。老爷爷不必如此拘谨。城主教过的那些关于他的传说，件件壮丽，可歌可泣。我本以为他该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白玉仙人，实在很难将故事里的不是天骄和眼前这个满身烟火气的人联系在一起。以前执念太重，几乎沦为修行的傀儡，竟忘了这俗世的烟火气。如今重新走在红尘中，反省自身，这也是一种修行。我就知道你会跟上来，没带上他还能自己找来。这鸟绝对是大妖所化，不过没有恶意，跟着便跟着吧。魏家少爷出行，无关人等滚开！这魏家是哪门哪派，竟敢在城里这般霸道？我记得当年离开宁海时，可没人敢这么嚣张。是这些年才崭露头角的家族，与城主有些亲戚关系。今年城主身体抱恙，没精力管束他们。姓魏的堂弟，想起来了，当年还被我收拾过一顿，后来倒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小子，不想死就赶紧滚开！喂，城里不许杀人，你不知道吗？我是魏家人，你别挡路。魏家人就可以不讲道理？当心！我的手好疼。阁下何人？不妨报上名来。一介山野道人。多谢道长救下这个孩子。咦？我打了你的人，你反倒来谢我，这小子是在先礼后兵？那是他咎由自取。雨儿姐姐，千凤，怎么又出来了？这两人到底什么关系？这表情未免也太腻歪了吧？你们都散了吧，我跟雨儿姐姐在一起，不会有事的。本想把这两个尾巴都打发走，这丫头非说什么奉命行事，死活要跟着，现在还多带了个拖油瓶。唉，也罢，随他们去吧。魏千峰正是当今魏家少爷，前任家主魏姬的独子。我们宁海城本属中州大燕皇朝管辖，大燕的实力深不可测，不弱于一些普通的一流宗门。而他的父亲魏季，更是大燕皇朝赫赫有名的开国功勋之一。按魏伯伯的地位，本该在皇城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谁也不晓得他为何偏偏来到这抵抗魔修的最前线，成立了魏家。但他用一身通天的刀功，乘城主一起守卫了宁海城，百姓们极其爱戴他。后来在此娶了一名修为不俗的仙女弟子为妻，全城张灯结彩，诞下灵子。城主更是亲自登门道贺。但好景不长，在夫人怀胎9月时，魏家突遭高阶魔修袭击。那魔头修为实在太高，魏姬伯伯为了掩护全家，断后战死。而千峰的母亲也在九死一生中产下他后，千峰。
后来夫人旧疾复发，没几年就撒手人寰。千峰在娘胎里受了魔气侵染，先天体质羸弱，大半时间都在病榻上。这几年，魏家大权逐渐落入他叔父叔母手中，他们怕千峰夺权，但凡他出门，都得派亲信跟着监视。你今年可是15？是的，道长问此为何？不是，随口问问。15年了，当年吕景还不是这南海城主。魏纪也只是个为报杀妹之仇红了眼的毛头小子。去吧！大家都有各自的人生，只能陪同一段路。云聚云散，人生离合，大概如此。不知不觉，竟走到这儿了。当年醉酒胡乱画的图纸，他居然真见出来了。喂，发什么呆呢？都等你1天了。今天给我备了什么好酒？没有酒了，早给你们俩家伙喝光了。这么多年过去，你这酿酒的手艺也没多少长进，真酸。爱喝不喝，反正这是我最后2坛老焦了，喝完就真没喽。每次见面你都这么说，这次我真不骗你，半只脚进棺材的人了，还酿酒做什么？他才60出头，但作为体修，常年与魔修血战，体内暗疾早已损毁了本源，确实没多少寿命了。林小小呢？当年不是说要讨人家做媳妇？嫁人了。30年前，当我看到一个孩童抱着她喊妈妈的时候，我便知道我这双手沾满鲜血，随时可能一去不回，给不了她安稳，不该再去叨扰了。这样啊，倒是有些可惜。有什么可惜的？儿女情长，不过相忘于江湖。算命的说我天煞孤星，这辈子注定孤苦。也就你命硬，没给我克死。是啊，但也就差了1天。活着就好，不想魏纪。这2坛酒本来是我替魏纪酿的，他身体本就不好，许是常年操劳，才落着自己时日无多。他总想着再见你一面，哪怕只是喝次酒，赢1次也好。他这辈子，他到最后也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是啊，喝酒赢了有什么用？都没我这老头活得长。遗体呢？当年我得知消息赶去时，那一战已经结束了，一把火烧光了所有，什么都没留下。老伙计，那小子来看你了，可惜你走得早，他现在酒量也大不如前了，我看你真的有机会赢他。好久不见。数十年的岁月，对修士而言不过弹指一挥间，却足以将太多人埋入时间的河流。故人山海别，几度隔山川。或许某一次的告别，便是此生最后的相见。丁，恭喜宿主成功躺平1日，获得奖励丹田破损度-1。
可以留存灵力了。金丹虽未彻底愈合，但已修补大半。照系统这些年给的好东西，说不定哪天气运爆发，真能立地飞升成仙。早，怎么没跟着吕景？城主让我跟着您，不过短短几个时辰，他身上的感觉怎么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啊。哦，前辈，我想跟您学剑。我的剑你学不了。怎么会有学不了的剑？分明就是不愿意教。我现在是道士，不打黄羽，世人皆知我剑法通神，却不知我强的根本不是剑，而是自身。当年不过是觉得耍剑比较酷，随便套了本剑谱的招式罢了。忽觉手痒。还不错。大人，恳请受剑。若是真想试试也行，我传你起手式，能学会，我再教你后面的剑招。多谢大人。记住了吗？那就试试。这种灵力运行路径才是起手式的核心，没有这个，挥剑只是花架子。好了，试试吧。好像也不难，只是没有大人那般行云流水。唉。大人，请教允儿第二式剑招。还早呢。还早？是啊，剑气还不够凝实。什么时候能将它展开，我就教你第二招。展开云朵。接下来的1个月，杨清风和吕城主再未碰面。魔修声势浩大，疑似即将大举攻城，前线将士高度紧张。然而，寻常百姓对此一无所知。宁海城内依旧繁华热闹，而杨清游也乐得在闹市中悠闲度日。大人，这1个月来，雨儿日夜苦练，自认招式已挥洒自如。但即便我用尽全身灵力，压缩到极致，剑荒也不过离地数丈，根本触碰不到云彩。我的剑可没那么容易学，再沉淀一番。任何一门技艺都没有捷径。大人说的对，若是真这么容易学，那人人都是剑仙了。
我还需更加刻苦。各国的六景大能呢？怎么，这关我只替大燕看守吗？月前我便派信使前往诸国，言明此次魔修大举攻城，危在旦夕，让你们各国派大修镇守。你们竟将我的话当作儿戏！魔修此刻就在百里外扎营，随时会发起冲锋。吕城主息怒，这不是有您在吗？您可是当世罕见的7景体修，往日魔修攻城，您一人便可抵1000军，犹如洪荒猛兽。区魔修算得了什么？这些蠢货懂什么？我的身体早已油尽灯枯，如今连6景巅峰的战力都发挥不出，魔族此次有备而来，怕是在劫难逃。我不怕死，本就没2年好活了，但我若倒下，这关一破，必定是尸横遍野，血流千里。所有人听着，立刻收拾东西，准备撤离。军爷，往常不都是躲进地窖就行了吗？这次怎么要走？上面交代的，这次是恶战，为了安全起见，先转移。别问了，快收拾！吕城主已经安排好了后方城池接应。大人，女儿要上去了。魏公子刚才也来过了，他已经上了城墙。你修为太低，去了能改变什么？不过是多死一个人罢了。尽一份力。若我现在逃了，此生都将受心魔所困。倒不如死在战场上，轰轰烈烈一回。多谢大人传授剑招之恩。应该没机会再回来了吧？九幽魔拳！
这是魔族的战争兵器，实力直逼七警。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唤醒他的代价是献祭一整座城的鲜血。大家小心！宁海城威仪，连六景魔修都出动了这么多。吕景，上次一别，我可是想你的紧。喜欢我给你带的礼物吗？是你。当时我以年迈体衰，竟让他侥幸逃脱。定是他回去泄露了我的身体状况，才招来今日的大举攻城。早知如此，当日拼着透支本源，也该将他斩杀。还认得我便好。上次你砍出来的这个疤，这次我要数倍奉还。去吧，陪那老头玩一玩。诸国为何不派些高手来？都在坐以待毙吗？宁海城已被逼入绝境。吕城主，他燃烧了本源，强行升华生命本质，回到了巅峰。可他本就没有多少寿命了，每挥出一击都在透支生命，这种状态撑不了多久。杨国将士，死战不退！送天！宁海城一方4境以上的修士已全部阵亡，黑压的魔族大军犹如一片无边无际的黑色海洋，如此庞大，没有嗜血的魔物魔族大。下来干什么？还不赶紧跑！与城主同生共死！战场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寂静，只有梅雨声在回荡。魔族在等将军捋烟气，而宁海城的残兵们则在用生命拖延着时间，为城内百姓争夺最后一丝生机。臭道士，赶紧走！这里不是看热闹的地方。杨大哥，你不是宁海人，还是快走吧，这里非常危险。大人，放开手！借剑一用。啊！
哦。都回去吧。听他的，都走。老头子了，还这么折腾？都要入土了，想那么多干嘛？放手一搏就是了。倒是你，伤势痊愈了。魔族，并未，我只能出一剑，足够了。酒还剩半坛，回去接着喝。回不去了，我的错。下辈子吧，换我去找你。好。来的路上，我经过了林府，那里有个老妪，坐在林府庭院，我看着有点面熟，你应该认识。你是何人？山野道人。不想死，就滚远点儿！不要妨碍我魔族大事，浪费时间。真巧，我也赶时间。看来老夫不出手是不行了。杨真人，许久不见，传闻您身体抱恙，想来也不便出手。不若这般，我立即带着人离开，100年内不再进犯宁海。你也高抬贵手，饶过这些小崽子一命，如何？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就是你们那一门的画室人来都无用。真人真要赶尽杀绝？我魔族大军中高手不少，你未必稳操胜券。我仅此一剑，侥幸活命的，可以离去。看好了。我只演示一遍。哼。
守灵，请让我再见他一面吧。想再见你一面，可我好像等不下去了。看起来怎么样？不错，很适合你。合适就好，合适就好。快走吧，没有多少时间了。呵呵，记得多烧点纸钱给我，可以的话，帮帮我看好那丫头。小小，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妻。原来林小小并未嫁人，只是领养过一个孩子。她一直在等吕景，曾无数次目送他自府前离去的背影。他知道他身上的担子很重，也理解他为什么一直不来找自己。他什么都懂，可也什么都做不了。保佑那个复健的少年一路平安。走吧。去哪儿？取酒，立碑。这半坛吕景没喝完的酒，很酸，比不上那些仙酿，却有一种名为怀念的味道。吕景的遗愿是希望你离开这里，但我尊重你的决定。若你不想走，我不会强求。你要随我一同离开吗？还能回来吗？多半是没机会了。踏上修行路，很多事情便身不由己。我跟您走。这些你拿着，路上用得着。谢谢。
小二，2碗阳春面，再来2个肉饼子。客官稍等。客官，我们做小本生意，没有小二，有事您直接吩咐我就行。面，多谢。客官怎的这般盯着奴家看？啊，是贫道冒昧了，望诸之海涵。无碍，客官，请自便。大人，您方才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我知您不是登徒子，莫非这是一家黑店？并非如此，只是感觉有些熟悉，像是故人。是吗？那怎么不相认？记不起来是谁，兴许是认错了吧。我未曾改换容貌，若真是故交，他有心自会相认；无心的话，反倒做作。哦，好香啊！慢慢吃。还有，经历变故后，他的性子倒是开朗了些，不再像初见时那般清冷，觉得五谷凡物影响修行了。唉，大人，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天剑宗。去那里干嘛？拜山门，送你去学剑。天剑宗就在后方山脉顶处，虽只是一流势力，却是剑修心中的圣地。我想跟着您学剑。自从看了您那一剑，我不是纯粹的剑修，教导不了你。我只是半路出家，悟性尚可，触类通通罢了。那以后还能再见吗？等你把那起手式练到大成，我就去寻你，届时传授我所有的剑道绝学。好，您不许骗人。我是道士，从不打诳语。此时的杨青皇或许并未想到，他今日的一句承诺，在遥远的未来成就了一位名震天下的女剑仙。当少女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剑仙，挥出的剑气足以跨越山河，守护一方安宁。当她成为名震天下的剑仙，却再也寻不到当初指引她的身影，只有一本薄薄的典籍，静静留在戒中，伴她岁岁年年。八圣，你说，我们要不要杀进去？这2人皆是魔族顶尖势力的子弟，前些日子宗门下达通缉令，称杨清扬修为被废。若能提头回宗，可立升亲传，享受圣子级资源。白天他们偶然撞见杨清扬，发现其灵力波动确实微弱，便一路尾随至此。你觉得他是真废还是假废？不知道。但前些日子无极魔宗攻打宁海城，里面有2名七警战力，最后却没留下一个活口。你怀疑那是杀神做的？那一战两边人都死绝了，只查到出手的人是个道士，一剑定乾坤。只是猜测，但天下有这份实力的剑修数得过来，几乎击不在中轴。若那道人真是他，若真是他，咱们现在的行为就跟找死没区别。这儿偏僻安静，
是动手的好地方。若他真的没了修为，这就是咱们此生飞黄腾达的唯一机会。妈的，拼了！不过人死灯灭，博一世富贵。二位客官，是要打尖还是住店呢？是你？虽然容貌变了，但这气息和身段，他就是白天那个客栈掌柜。我们与阁下井水不犯河水，不知阁下这是何意？我一介草民，哪能跟你们这些修士扯上什么关系呢？不过是看你们在这里鬼鬼祟祟，这才出来瞧瞧。毕竟人家交了钱，我这做掌柜的，自然要让他睡个好觉了。我这也有钱，那你给我吧。哎呀，怎么连钱都拿不稳了呢？像发了笔横财呢？你，这娘们根本不正常，比我们魔修更像杀人狂。坐吧。昨夜街角的动静我全都知道，虽然失了修为，但灵觉犹在。本以为那些尾随的魔修会是个麻烦，没想到这掌柜的竟出手全解决。本想当面道谢，这既然人不遂银，便全当是昨夜替我守夜的报酬吧。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宗门，里面随便一个人，恐怕都比吕景还要厉害。身份地位，绝不弱于大燕王朝的皇帝。这位师兄，这是第一次来我天剑宗吗？我们走吧，紧张了？有一点。公子说会帮我找一个非常厉害的师傅，但那人要求我先去试剑时检验资质，这决定了我未来的路线。要是我不够出众，丢了公子的脸怎么办？放宽心，别想那么多。试剑时测出的资质好坏都无所谓，我一向不信那玩意儿。
反正前些日子早就安排好了，借对方几个胆子，也不敢说一句不收。事件时，传闻与展开天门飞升成仙的剑族有莫大关系，能测出每个人的剑道资质。凡是想要拜入山门的，都要先经过他的测试。往年不乏资质五品的少年，在此一招冲天，被宗门大人物收为亲传。喏，去试试。